周相家二女儿啊，对太子殿下可是痴情啊。这长姐刚刚过世，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嫁给姐夫。哎，我怎么听说苏二小姐以前跟南川王有过婚约，后来跟一个什么男人私奔被抓包，还给退婚了？那可不是，不顾及半点姐妹情分呐。只可惜了太子啊，生生给人当接盘侠。果然是个小骚蹄子，真是好友。和别人成亲，言儿。殿下，是你吗？太子殿下，却有人如此大胆毁您婚宴，我等定捉他归案。言儿，你是在等我吗？与旁人成亲啊？为宇文应然披嫁衣，你今晚是不是还要和他入洞房啊？放开我，阿远！为什么要嫁给他？你不是说过要嫁给我的吗？莫非那些话都不作数了？阿远，这里是太子府，你清醒一点。我们来打个赌，你最后一定会归我。言儿穿这衣服真好看，可是一想到这是你为旁人穿的，我就想撕碎它。宇文应人满心都是苏婉，放心，他不会碰你的。乖乖等着我过来接你。还有，新婚快乐，我的小新娘。对不起，阿远，这是我姐姐临终前的遗愿，我不后悔。日后我定会好好照顾청儿，不负姐姐所托。好。应然，你我都清楚，言儿如今是南川王的软肋。我让言儿留在你身边，履行5年之约，这样有他在，整个南川王军就是你稳固江山最坚硬的盾。倘若将来有什么变故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。
你越心之时，我已魂归九霄。生老病死乃人间常事，言儿莫要伤怀。我久病难医，自知会有这一天，只是心中放不下成儿。他年纪尚小，还未认得我这个母亲。如今朝局动荡，太子侍卫应人周旋其中，已力不从心，难免照顾成儿不周。言儿从小到大，姐姐未曾求过你什么，如今只求你一次。我走之后，替我照拂成儿，无需一生一世，只求你能给姐姐5年时间，护佑成儿长大，待她能读书写字，能唤声母亲，于我而言便足够了。言儿，临别人世之际，我有此愿，望你念在多年姐妹情分，成全姐姐苏婉绝笔。宇文应人登基为帝的第5年，鲁国公联合誉王、陈王发动政变，皇城危矣。信可送出去了，已少了信得过的公公，快马加鞭往南边送去了。只是娘娘，这信有用吗？芝兰，你走吧。那您呢？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对得起自己，也对得起姐姐。娘娘，您与陛下的5年之约将近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燕儿，在宫中撑了这么久，是时候该离开了。朕的身体，朕也知道，只是成儿还小。倘若朕死了，你们母子2人势必应付不了他们宫外的人。他们想要这个皇位，想疯了。他们不会顾及什么嫡庶尊卑。倘若朕还活着，那么朕还可以替你们拖上一些时日，让他们无暇顾及旁的。我们已是到绝境了。陛下，我已向南川王发了求救信，他手里还有兵马，如果他……信发出去几日了？7日。想必南川王并不会管这种闲事。莹儿，朕让人带你从侧门出去。成儿，母亲，成儿没事吧？娘娘，趁着敌军还未来，咱们赶紧逃吧。
韩宁公歹人尽数处置。娘娘和小皇子不必害怕。娘娘，多谢。切勿如此。是你。在下南川大将军楚离，奉南川王之命前来救驾。南川王，他真的来了。哟，好热闹！好你个南川王，就是你毁了我所有的筹谋，我要杀了你！南川王宇文渊前来救驾。誉王、陈王竟敢逼宫谋反，陈帝帮皇兄都杀了如何？是臣弟一时糊涂，还请皇兄饶命啊！请皇兄饶命啊！众人皆知，皇兄乃人君，定不会狠心杀了我们这些宗亲兄弟吧？是啊，皇兄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经常一块玩呢？快点！哎，怎么如此不知礼数？皇上面前杀人多不好看！去，拎到死牢去！皇兄饶命啊！皇兄饶命啊！皇兄饶命！既然皇兄受事不勇，可写了遗诏，臣弟非常好奇，你是不是将这皇位传给了那个一出生就没了娘的皇子吧？他做得完吗？多谢。你就笃定我不要皇位是吗？你若要皇位，你大可在他们入城杀掉朕与皇子之后，拨乱反正，不更加名正言顺？宇文渊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皇上真是越发有趣，但不巧，臣弟不喜欢太有趣的人。皇兄，你当真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吗？娘娘放心，陛下一切安好，逼宫谋反之人已当场伏法，禁军伤损严重，现在宫内防卫已交由南川军接管。只是，怎么？娘娘，南川王也是宗亲皇脉，又手握重兵，眼下皇城已被他控制，陛下和皇子会不会有危险？南川王可是住到宫里了？住的还是东宫正殿，那可是储君该住的地方。他一向如此，喜欢的就拿过来，不问任何人。王爷此次救驾，金银珠宝一样不缺。你说皇帝会赏赐他什么呢？不会赏他个王妃吧？是我写信求他来的，今夜若不去找他，到了明日便是另一回事了。他若发怒，危险的便是陛下和成儿。这么快就有美人想爬上他的床了？
皇后娘娘来了也不说话，倒是叫陈皇苦。素颜，倘若你对我还心存一丝喜欢，我愿为你抗了这圣旨。宇文应人是太子，嫁给他，我便是太子妃；待他登基，我便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此乃我心之所向，求之不得。你既然不能给我想要的，便不要阻止我。我定要让你为今日决定后悔！我来感谢王爷领兵护驾，谢王爷顾念手足之情，叔侄之情。我替陛下和成儿特来感谢王爷，有王爷庇佑，定不会有人再来逼宫谋反。怎么了，娘娘？你心上不是百般哀求，万般应允吗？现在如此客套，是不作数了吗？只要王爷不伤害陛下跟成儿，信上一切自当作数。作数？你穿这么多，这就是你的诚意吗？嗯？娘娘当真为了那个小野种和宇文应人，什么都可以做吗？成儿是我儿子，不是什么野种。陛下乃一国之君，亦是王爷的亲堂兄，望王爷嘴下留情。哦，你儿子，娘娘当真厉害，入宫不到5年，却能生个7岁的儿子。啊，不如娘娘，你帮臣生个7岁的儿子吧。臣正好不喜欢婴孩啼闹，这样倒是省了很多麻烦。哼。至于宇文应人，我非常好奇，他都病成那样了，你是怎么伺候他的？啊？你不说，我就亲自去问他。他若像你这般答不上来，我就割了他的舌头。你说，他要是没了舌头，还能当皇帝吗？这是私事，不说也是情理之中吧。私事。他要是知道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
私事吗？你说，能不能再等等？娘娘，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？答应你的，我自会应允。就算你想要我这条命，娘娘既然死都不怕，还怕多伺候个人吗？托。娘娘，你自己脱，我一人看。若我帮你脱，总得叫外面那些浴血奋战的兄弟们一饱眼福吧？你说是吧？毕竟是娘娘您请他们来的，给点甜头，不过分吧？继续。宇文渊，求你。扫兴。去探亲。还要脱吗？王爷。这星辰一片完全不可以，我就对着眼偏于刻骨铭心。我知你如结冰归王爷，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滚！风一点一点撕碎着用力爱过的证明，原来一百世界是滴着一杯破旧的记忆。我应该庆幸生命也还算公平，也许我深入想念的。我去拿钱。是不是被这位娘娘给训了？不然怎么还冲楚将军发了火？哎，说到底还是南川好，谁也管不着。王爷啊，每天吃喝玩乐，心情多好呀！哎，是啊。哎呀，站着吧。这脆弱黑色无力解决独行，找寻爱过谁的痕迹模糊不清。接触很臭的泪滴，在这哭泣，辗转光阴。这星辰一片完全无药可医，我就对着眼偏于刻骨铭心。握着你如结冰归白逃离，任由痛湮灭爱的专属领地。风一点一点撕碎着用力爱过的证明，原来一百世界是滴着一杯破旧的记忆。我应该庆幸生命也还算公平，也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
用早膳吗？叫人盯紧韩灵公，他每日做什么，去哪里，都告诉我。啊？王爷，这天底下美人这么多，虽然都比不上皇后娘娘，但是人家都已经是陛下后宫了。我们虽护驾有功，没有必要抢吧？她本来就是我的。昨天是你第一个闯进后宫的，拿刀来，换把钝的。你竟敢对藩王滥用酷刑，屠戮表亲，就当真一点不顾王法，不念名声吗？你怕是忘了，本王向来也没有什么好名声。真是该死，脏了我的手。陛下可是有话要说？阿渊说，他要你。陛下恕罪，都是言儿的错。言儿，你有何错之有呢？是写信让南川王来平定叛军，还是保护非自己所出的孩子？言儿，当初宣你入宫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是朕的错。言儿自幼生母早逝，又是庶出，在相府不受待见，如履薄冰，若不是得姐姐庇护，恐怕都活不到今日。姐姐她也是因为忧虑我才。太医说了，你的姐姐是因为身子底子不好。言儿，你切莫将所有的过错揽在自己一人身上。你当初进宫，可也是自愿舍弃的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成儿要找你了。臣妾告退。陛下，鲁国公之女叶如玉近日进宫了。言儿，倘若叶如玉为难你，陛下放心，臣妾应付得来。陛下，娘娘真是蕙质兰心，从不让您操心。我倒希望她能时不时耍耍性子。燕儿，再过不了多久，这一切都会结束的。晨儿，想想今天吃什么？想想。
如玉见过姐姐。芝兰啊，带成儿回旭阳宫。妹妹今日怎想着来我这寒宁宫了？这宫中简陋，比不上鲁国公为你特制的府邸舒服。姐姐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伶牙俐齿。不过姐姐，如今除了这皇后之位，你还剩下什么呢？妹妹说的是，不过也够了。姐姐今日竟没有把我赶走，这份大度倒是让妹妹惶恐。怎么？你又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不要总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，显得低级。他怎么来了？这什么风啊？都把鲁国公的爱女吹到皇城里来了。南川王雄霸一方，手握南境重兵，若能拉拢他，日后大事可成。玉儿见过王爷。本王没记错的话，鲁国公现在应该和谋反的叛军一样，在宫外眼巴巴地看着朱红琉璃瓦吧。父亲派我来，自然是寻一位能保鲁国公府永世荣华的明主。所以呢？如今局势动荡不安，各地藩王异动，都妄图争一争这权势。南川大军英勇善战，王爷用兵如神，而这宇文应人油尽灯枯，大势已去。天下新主非王爷莫属，但若只靠南川大军，恐怕难以抵挡藩王群起而攻。那你们大可等本王的南川军与藩王开战，两败俱伤之后，坐收渔翁之利，岂不更好？夺得天下不算什么，能坐稳这天下才算是真正的本事。那你的意思是，鲁国公愿意帮本王坐稳这龙椅，但只求保他们荣华富贵？天底下还有这等白送的好事啊！自然没有。我要做皇后。既然叶姑娘与王爷有要事相商，我就先走了。娘娘听到了吗？原来天底下的女人都一样，都想做皇后。王爷，别吓到姐姐了。王爷今日公务繁忙，我去给王爷端一盘桂花糕来。那就有劳娘娘了。王爷这是做什么？你不是想做皇后吗？怎么，后悔了？还有人呢。
愿王爷此生能如同这桂花糕一样，喜乐甜蜜。既是奉上，为何站在远处低眉垂首，不福贵至本王身前？莫非是看不起本王，觉得本王不懂得求人的做派，想敷衍了事？既是福贵，想来王爷的意思该是让姐姐跪下，以膝为足，挪过来吧。玉儿说的对，既是求人，就应该有伏低做小的态度。本王如今坐着，娘娘你就该跪下。怎么了，皇后娘娘？您这膝盖莫不是焊了铜皮铁骨？还是说人上人坐太久，如今成了养人鼻息的玩物，连跪地求饶都忘了？王爷，他的眼神好恐怖哦。不过是一只笼中的红眼兔子，你怕什么？皇后娘娘，难道下跪都要人教吗？素颜，你已经不是母仪天下的一国之母，高高在上的金樽玉叶了。请王爷品尝。请王爷品尝。你喂我？那我喂王爷。王爷既已品尝完，若是无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本王准你走了吗？王爷常年出征在外，想来也未能好好感受过温香软玉。皇后娘娘惯宠后宫，怕是有些过人之处吧？皇后娘娘何止是过人之处，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可要好好学学。听说皇后娘娘此前与陛下……不，现在应该叫宇文应人了。听说苏颜此前是宇文应人的小姨子，这两姐妹惯会盘算，姐姐死了，还不忘让妹妹嫁给姐夫，妄图将天下之主握在手中。只是没想到，万人之上，终究变成人人可欺。能让宇文应人同意妹妹续弦，恐怕这姐姐苏婉更是有过人之处吧。你居然敢打我！叶如雨，我姐姐何等高贵，你不过区区一个鲁国公用来趋炎附势的工具，竟也敢置毁于他！
你一个无名无实之后，凭什么这么和我说话？你不过区区一个替代品，玩物吧？有什么资格在本宫面前放肆？还有你，难道真的成为天下之主，你就能称心如意了吗？王爷，他居然这样说您。王爷英明神武，到时候您可不要忘了我的皇后之位。一个替代品，你也配？楚离，王爷，我侮辱皇亲，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，按律法，该当何罪？按律法，侮辱皇亲，以下犯上，当受缢刑；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，当受并刑。弃于即事，警示天下。王爷，是玉儿说错话了，请王爷恕罪啊！去，打包还给鲁国公，告诉他，这天下轮不到他说了算。王爷，宇文渊胆敢如此对我！我是鲁国公府的嫡女，是该要母仪天下的皇后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！哎，咱们是不是太暴力了？暴力才能解决蠢蛋。高啊！去找一支南川军，看紧盘宁宫。好。素颜，你只能是我的猎物。娘娘，小殿下就交给我来照顾，您去休息吧。我今夜不回去了。娘娘，奴婢听说那个叶如玉今天是被麻袋扛着出宫的。芷兰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陛下，今夜娘娘一直在旭阳宫没有回去，想必是受了叶氏的气，心里堵得慌。言儿向来很多事情都喜欢自己着手，无碍，随朕去看看。是。陛下，您慢点儿。
皇后娘娘凤仪万千，当真是唬人的小妖精。放开我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整座皇城都是本王保下来的，何处本王去不得？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本王是要讨回早该拿到的报酬啊！怎么，娘娘这是后悔了，还是将承诺都忘了？娘娘怎么不说话了？白日里的娘娘可是伶牙俐齿，怎的如今哑巴了吗？别在这儿！圆圆，别在这儿！你在看哪里？本王就在这里，你还在想什么？不许哭，不许哭！娘娘，您歇息了吗？陛下来看您了。妍儿，朕听闻鲁国公之女一事，甚是担忧，所以想来看看你。让朕进去吧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。妍儿，你怎么了？妍儿，妍儿，都看不清，都听结局。妍儿，朕只是担心你，就看一眼。让他滚，让他滚！陛下，陛下，臣妾此刻衣衫不整，恕不接驾，陛下恕罪。朕只是一人进去，朕只看晨儿一眼，只有一眼。陛下，夜已深，霜华重，陛下请回吧。如果我现在就当着他们父子俩的面索取报酬，一定非常有意思。他会生气吗？会杀了本王吗？还是为了江山将你双手奉上？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这风雨不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做事是你都看不清，都定结局。圆圆，王爷，夜已深，恕不愿送。娘娘莫不是忘了我的目的？
是要拿回早已应允的报酬，你应该清楚。本王若是不高兴的话，可以随时让南川大军撤出皇城。你怎么？跟本王亲近，让你如此厌烦吗？扫兴。晨儿今天累不累啊？你怎么能用我母亲最喜欢的玉盏？晨儿，王爷喜欢便用吧。这东西是他赏的吧？坏人！晨儿，来者是客，不得无礼。来者是客，臣倒是想领教领教娘娘的待客之道。今日有些晚了，明日我再亲自去拜访王爷。在这个孩子面前，你还想保留几分体面？可惜，本王今儿哪儿都不去，就歇在此处。你不能死在这里，父皇都没……不得对你皇叔无礼。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小孩子不懂事，王爷宽宏大量，定不会跟他一般见识。本王怎么不知道自己宽宏大量？娘娘很懂本王吗？世人谁不知，南川王对属下都是极好的，定不会跟一个小孩子一般计较。娘娘跟从前还是一样，用得上时甜言蜜语的哄着，用不上时便毫不留情的一脚踢开。娘娘一夜与别人的儿子同榻，就不怕天下人的闲言碎语吗？他还小，宫里不太平，我才把他带在身边的。本王的南川军接管攻防，还有哪里不太平？再说，他再小，也是个男子。按规制，皇子们3岁后不可与生母同榻。更何况，你还不是……芷兰，你带晨儿回他的宫里去。是娘娘。母亲，我不走，我不能让他欺负你。回你自己的宫里去。原来娘娘惯会给人家做继母啊！可否与臣说说，你在宇文应人面前又是什么样子？贤妃吗？以前你怎么伺候她的，今夜就怎么伺候我。
怎么？楚将军是要拦我吗？我送你。还站在那干嘛？不会解衣裳吗？这样，解开。娘娘可真会装，定然就是这副娇软羞涩的样子，才勾得宇文应人召你入宫为后了吧？王爷，水该凉了。听闻今日王爷出宫绞杀了誉王一派的余孽，挥刀数次，想来身上会有些罚。我记得用热水沐浴，再辅以指法按捏，方可缓解次日身上的酸痛。这个方法还是你教。娘娘真是好记性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倒是记得。去，叫楚离拿酒进来。好。把寝衣换了。好。王爷今天怎么写这么久？我们王爷是不喝酒就睡不着的主，
烈酒伤身，你还是劝他少喝一些。等一下，他不听我们的劝，我们都说了，没好果子吃。娘娘自是与我们不一样。你跟他在外面讲什么？楚离说这烈酒伤身，让我劝你少喝些。娘娘真是母仪天下，一个小卒叫什么都知道。这东西也是宇文应人送的，还藏于枕下，日日枕着看着。不是，这是我姐姐生前替我求的平安符，看着它，总感觉心里安心些。就这破东西，能保平安？能挡刀还是能挡枪啊？王爷若是喜欢，便送给你。我日日在这宫中，横竖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但是你跟南川将士在外面整日打打杀杀的，或许带着这个平安符，可以保佑一二。娘娘可真会盘算，随便将这破东西转手一送，就想让我们南川军去卖命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真心感激你来的。这酒端了半天了，娘娘还在等什么？既是感激，也该有感激的样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？既是感激，碰一下都不行吗？吻我。要么现在，要么把那个小杂种拎过来，在旁边看着你吻。娘娘更喜欢哪一种？又心疼。娘娘这个继母当得真不错，没了她，你就做不成太后。想必为了她，也什么都愿意做的吧？啊？坠入黑色无力解决斗心，找寻爱过谁的痕迹模糊不清，接触浑浊的泪滴，在这孤寂辗转光阴。这心存一片万劫无药可医，我就对着眼片语刻骨自心，握着你如结冰跪拜逃离，任由痛湮灭爱的专属领地。躲什么？娘娘若是一点甜头都不肯给，本王便只能即刻撤军回南境了。你说，蛰伏在宫外瞧动静的人，他们会做什么？楚离，把那个小杂种给我从血阳宫拎过来。是。王爷说笑的，不劳烦楚将军了。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沉湎在无尽的海底。
么？今天这早膳不合口味啊？他人呢？他先去了旭阳宫看小皇子，然后去了养居殿侍奉唐瑶。这个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有意思，跟你父皇相比，你倒是血性了许多。你没事吧？我要杀了你！让开！是你儿子要杀我，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娘娘想包庇不成？成儿，就是你欺负我母亲。她今早来看我的时候，眼睛又红又肿，分明是哭过了。我父皇都不曾让她哭过。你想替你母亲出气，你躲在她身后算什么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但你要伤不到本皇的话，我就把你卸成18块，给你那病秧子父皇当药引子。陛下，陛下，那个南川王可实在是不像话。他不仅光明正大的赖在娘娘殿中，还险些杀了小皇子。下去。陛下，可要宣娘娘。成儿，这宫中有谁敢欺负母亲呢？我不过呢是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你误会皇叔了。真的？嗯。芝兰，带成儿回去温书。是，娘娘。这个刀挺危险的，还是不要拿着吧。怎么，娘娘就想这样打发我？此事是成儿不对，王爷没伤着吧？堂堂皇后这样窥视臣下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划伤。成儿很早的时候就开蒙，读书练武都很刻苦。他那也叫武，跟着宫里的师傅能学出个什么屁来？基本功没打扎实就使兵器，这样上战场会将人砍死。王爷教训的是。娘娘这会儿倒是乖巧。娘娘，娘娘，不好了，陛下他……怎么？他死了？你等我回来。娘娘要走就走，本王凭什么等你？
下怎么了？可是旧疾复发了。无碍，朕只是这些日觉得颈间有些发红疼痒，朕已经上药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怎会无缘无故发红疼痒呢？难道是药有问题？不会啊，这药是我看着煎的。我再去查看一番。燕儿，不用去了，我爱的。这是剑痕。这些叛军胡作非为，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？越王、陈王和一同逼宫的将军，是被绑着进陛下寝殿的，怎能伤到陛下？南川王，陛下，人是我请来的，对不起。燕儿，没事的，朕累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我会找机会看住他。如今的他，又何尝对你没有心存芥蒂呢？陛下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陛下这么多天都不愿意上药，原来是等着皇后娘娘亲自换。老奴告退。陛下，处理掉。陛下，可是他跟了您10几年啊！朕不喜欢话多的人。去，臣领命。事已至此，看来计划得提前了。王爷，你若真喜欢这寒宁宫，你不如搬过来算了，省得属下来回跑。城外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在这儿跟陛下抢女人？再说一遍，还愣在那干嘛？滚过来说军情。王爷，城外已经陆续集结了各路兵马，光京郊大营鲁国公手下就有20万大军。西北陆安军，曹瑞吉也来了，还带着誉王之子，两队人数加起来整整50万，比咱们多了快一半。50万大军，现如今的情况，不如启功，撤回南川吧。罢了。什么人，竟敢偷听军务？我不知你们在谈军务，我去沏茶。禁军还剩多少人？孟统领说，能战的还有8000，
你是想找他商议？不必商议，将孟闯不放。这是打算？你告诉他，城外一战用不上禁军，即便是天塌了，也不必开宫门。但若是8000人守不住皇城，就别怪本王灭了他9族。这是军令。楚将军，楚将军，你怎么了？你管他做什么？他如今又何尝对你没有心存芥蒂？我会找机会看住他。我帮你研墨吧。娘娘今日这般献殷勤，是又有何事有求于我？没有，只要王爷不生我的气便好。你忙你的，我很会研墨的。楚将军说，这些都是城内伙房辽台的记载，有些多。若要布防的话，需要尽快看完才能下令。哦，我怎不知你对军务如此感兴趣？路过的时候，偶然听见你们的谈话，并非有意，王爷不必担忧。你敢奴役我？那便不看了吧。还不沏茶？好。宇文应然把你招进宫，就是伺候人的吧？婢女们做的事，你倒是得心应手。便是这般喜怒无常，叫人猜不透。他也却从未做过什么真正伤害我之事。那个昨夜放在榻边的平安符，好像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送出去的东西，有收回去的道理吗？只要不是丢了就好。晚上想吃什么，我去准备。随便。
陛下，娘娘差人去了旭阳宫，唤了小殿下一同到寒宁宫用晚膳。看眼下应该是快到了。容臣多言，只怕见了那暴脾气的南川王，小殿下又要受些委屈了。继续说。还有，近日宫中谣言四起，说什么？说只要有他们南川军在一日，宫中人才可多活一日。放肆！陛下息怒。区区棋子，不要也罢。待朕出宫，趁着夜色，连夜出宫，勿让他人知晓。是，属下领命。我今日换了成儿过来用膳，你不要发脾气好不好？成儿他每日都是同我一起用膳的，我不想他一个人在旭阳宫孤零零的吃饭。娘娘喜欢给人当继母，还要拉着本王一起陪吃饭。本王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做，就是做不来人家继父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娘娘，母亲。怎么，本王是会吃小孩吗？成儿，前日是长安无礼误会了皇叔，长安向皇叔道歉，若要责罚，长安愿意领罚。既如此，叫声爹来听听看。你才不是我父皇，我有自己的父皇，你才不是我爹呢。成儿，皇叔跟你说笑呢。菜都快凉了，今日有成儿喜欢的清蒸鲈鱼。快尝尝。小心烫。这鱼真好吃，我和母亲也吃不完，不如皇叔也尝尝。本王堂堂南川王，若想吃鱼，还得吃你们母子剩下的。成儿，你皇叔他只爱喝鱼汤，不爱吃鱼肉。不过我们成儿有心啦，喜欢吃的话多吃点。
皇叔和父皇真的是亲兄弟吗？为什么相差这么多？父皇不忍母亲照顾我用膳，每每都会让他先吃上几口。你知道什么就敢数落本王？你这个母亲下午吃了糕点又吃了谷子，现在若还吃得下的话，真是见了鬼了。还有，少拿本王跟你爹比，没有本王的话，你现在在你爹坟前烧香呢。成儿，皇叔跟你说笑呢。有什么好哭的？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事，没得选。唯一能选的，只有如何去死，为了谁死。你父王继位后，经历垂帘听政，摄政夺权，积劳成疾，无药可治，这是为家国天下而死。他自己选的，哭也没用。原来你还是同从前一样，甚至刀口已经抵在了他脖子上，也没下手。你还是那个满腔家国大义、效忠明君、护佑江山的少年郎。他是在为宇文应人哭吗？你就这么舍不得他死？你放开我母亲！放开我母亲！都不许哭！母亲没事的。来，芝兰，你带成儿回去休息。又不是你生的，就是因为他是那病秧子的儿子，你就爱屋及乌是吧？他不仅是陛下的儿子，也是我姐姐的儿子。况且，成儿他还小，以后慢慢都会懂的。你不要总说这种吓人的话，会吓坏小孩子的。叫他叫声爹，他都不愿意。我去给你准备沐浴。一个大男人偷听什么墙角？滚出来！探子来报。出去说。热水准备好了。那，你先跟楚将军忙正事吧。我等你回来。
如此，正合我意。陆公，那人如此狠辣，我们是在与虎谋皮啊！成大事者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一起回去。谁在那儿？谁？生老病死本来就没得选，唯一能选的，只有如何去死，为谁而死。誉王和允王逼宫的叛军虽被剿灭，但城内城外仍虎视眈眈。南川军昼夜换防，亦可不行。探子来报，出去说。出其不意的来源容易，想要全身而退，恐就难了。怎么会自以为是的认为他会需要我等？燕儿，这次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办法陪你了。本来我们说好的，我想让你做我的将军夫人，现在不行了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们不是还有下辈子吗？你说，你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救你？我要怎么救你？怎么救你？这辈子你就先嫁给一个读书人。燕儿，我不想你一整天提心吊胆。读书人不行，他不会武功，保护不了你，还是得找一个会武功的。燕儿，燕儿，还是得找个会武功的。燕儿，衙门差役是好，会武功。我都不要。衙门差役不用上战场，可是他每个月的俸禄太少，千万、千万、千万不要嫁给那些买不起胭脂水粉和买不起小裙子的人。那些买不起胭脂水粉的人，不要嫁给他。你快告诉我，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救你？怎么办？不要嫁给他。不要嫁给他。
我还没回来，你便要睡了？我以为你今天不会回来了。我不回来，我去哪儿？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这东西总是喜欢掉下来。那我明日给他系一个带子，然后放在你的腰。这心存一片玩具，无药可医。我就对着眼偏于刻骨铭心。握着你如骑兵跪拜逃离，婴儿，以后不许再有其他男人。原来白世界是滴着一杯破旧的记忆，我应该清醒，生命也还算公平，允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执迷途看不清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不许为男人流泪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执迷途看不清。下次再遇到这么危险的事，能不能带上我？这剑有毒，还好伤得不深。不必多说，退下。以后也不许为男人流泪。陛下，妍儿应该是想她姐姐了。下个月初便是婉儿的忌辰，你快去筹备吧。属下遵命。妍儿，你究竟为什么？王爷，娘娘，王爷昨晚没休息好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妍儿，请回吧。算了，别让他看见我这样子。那就劳烦楚将军，将这个交给你家王爷。娘娘，王爷公务繁忙，以后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别过来了。
楚离，给我滚进来！王爷，我错了，饶命啊，王爷！陛下，我去传太医。喂，陛下一夜未眠，为先皇后扎了数十个祈福灯，还伤了龙体，不如剩下的交给属下吧。不用，后日便是婉儿忌辰，这些灯笼还是由我亲自制作比较好。你来找我，所为何事？先皇后所中之毒，臣已经查到源头。中毒？继续说。是南境。南境？南境是南川王管辖之地，这件事会不会跟……住口！卑职只是一时心急口快，陛下息怒。都说南川王性格暴戾，动辄杀人如麻，将王法律例踩在脚下。之前不过有人在朝中弹劾他几句，回府路上就被削了脑袋。自此再也无人敢在朝中言说南境之事。说是啊，治军严明，其实啊，那叫独揽大权。此次陛下请他前来，就是引狼入室。南川王近日多次针对小皇子，陛下龙体欠安，不得不防啊！成儿是他侄子，他不会的。王爷，没事吧？追！神呢？莫非封锁宫门？是。你怎么来了？这话应该我问王爷才是。来人！娘娘，辰儿呢？小殿下，小殿下刚刚明明还在这里啊！还不快去找！是。妍儿，你冷静一点。这殿内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也没有挣扎的痕迹，肯定是被蜀人带走的。皇宫被你的南川军重重把守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又有谁能从你的眼皮子底下带走成儿？啊！苏颜，你怀疑我？不敢，只求王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就算这小子是我带走的，你又将如何？
成儿睡下了。陛下，是。睡下就好。王爷，附近没什么可疑人员，只有几辆善差马车出入南门。都这个时候，有什么好送的？糟了，给我看进寒宁宫。好。车。娘娘，小殿下失踪，我们还是告知陛下吧。不可，陛下现在的身体怎么受得住？那南川王他能去找小殿下吗？你很疼吗？很明显嘛。我给你讲故事吧。以前我生病的时候，母亲就会给我讲故事听。不听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本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太阳一下山，大地便一片漆黑。夜幕下有座茅草屋，屋里住着男孩和女孩，他们相爱。每当男孩上山打猎，女孩都会坐在门口等他，无论多晚都等，等着男孩回来亲亲她的脸。有一天晚上，刮起了寒风，男孩真的没有回来。女孩以为男孩遭遇不测，伤心的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眼泪一颗颗飞到了天空，变成了星星。在山里迷路的男孩看见这些星星，他跟着小星星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可为时已晚，女孩因为伤心过度已经过世了。女孩死后化成了月亮，从此天上有了月亮和星星。男孩走到哪里，月亮和星星便跟到哪里。男孩再也没有迷过路。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？母亲跟我讲的呀。本王不是迷路了，只是累了，要休息一会儿。你最好安静一点，不然本王就把你丢到山里喂狼。还有，别学你那个小娘子，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以后你的爱人要是在山里回不来了，就荡平那座山。怎么，不怕我了？母亲说过，你是好人。那我就勉强做一回好人吧。哎，叫声爹来听听。哼。快休息。
妍儿，你究竟要瞒我到何时？陛下，妍儿，是我没有照顾好成儿。妍儿，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。倘若有人故意而为之，你又能如何呢？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很感激你。妍儿，我希望你知道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很多时候，很多事，不要你一个人去扛。这画面真是伉俪情深呢。母亲，成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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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成儿，以后不要乱跑了，不然你母妃又要担心了。母亲，成儿没事。即使如此，本王就不打扰你们一家天伦之乐了。阿远，成儿今日受惊了，你留下来陪陪他吧。你终究不是我的月亮，留下来吧。阿远，对不起。母亲，成儿别怕，母亲今天就在这儿陪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妍儿，我能有你，真的很安心。陛下言重了。阿远，你叫他阿渊，却始终只愿叫我陛下。陛下，妍儿，我还有公务要忙，就劳烦你帮我多照顾成儿。妍儿，我知你对我没有多少真心，无妨，我愿意与你为之假意，就这样一日日的过下去。哎，你说这陛下为什么还在虚阳宫守着呀？与我何干？我都是了。回来！发现虚阳宫有其他动静，给我拆了它！拆？还不快去！好吧。
陛下，南川军把旭阳宫围了。我这个弟弟还是这么沉不住气。李嬷嬷呢？陛下放心，已经安排暗卫解决了。说，陛下，臣愚钝，不知陛下此招意义何在？你有爱过一个人吗？臣不明白。倘若你爱过，那便会有软肋，就像随风飘荡的棋子，轻轻拨动，便可闻风而动，指哪儿打哪儿。既然如此，陛下不更应该促成娘娘跟南川王交好吗？怎么会？属下多言了。言儿她只能是我的，她宇文渊是不配得到言儿的爱。婵儿受苦了，是母亲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你。母亲，婵儿没有受苦，皇叔保护了婵儿，他是好人。皇叔？有人射箭，很多箭飞过来，皇叔抱着我，他受伤了，婵儿没事。他受伤了？母亲别怕，婵儿没事。我们家婵儿啊，鸿福齐天，定有高人相助，以后也不会有事的。那婵儿现在可以告诉母亲了吗？那天晚上是谁带走你的？李嬷嬷是姐姐的人，怎么会？那依婵儿所说，阿渊当时出现在旭阳宫，也并非巧合。母亲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婵儿，你今天也累了，那就早点睡。母亲改天再过来看你。来。此次南川军直入皇城平乱，却又围城。坊间必有传闻，天下之主宇文渊或将取而代之。若是如此，陛下，只是为何这么做，并不能解围城之困，也无法削弱阿渊的势力。唯一的用处便是坐实他罪名，让他难逃悠悠之口。若娘娘还是为了打探昨日本王的行踪，就请回吧。本王和娘娘还没有熟到可以交心的地步。娘娘，王爷心情不太好，要不改天吧。
对我就这么点耐心吗？娘娘今日来，是想逼本王承认绑架宇文成案一事吗？你的伤还好吗？什么？我都听成儿说了，你为了救他受了伤，所以我特意来看看你，也替成儿谢谢你这个皇叔。娘娘是贵人事多，今日过来，不只是关心本王的伤势吧？我今日来，却有一事相求。好，说来听听。虽然本王不一定会答应。王爷既然身体已经痊愈，本宫想请王爷退兵，离开皇城，退回封地。你说什么？皇城危机一解除，南川王驻兵于此已无必要。本宫想请王爷离开皇城，退回封地。素颜，是本王这些日子太给你脸面了吧？原本请王爷来，就是解皇城危困。如今皇城已转危为安，王爷也就没有必要留在此处了。素颜，你当本王是什么人？是任你呼来喝去的宫婢，还是为你施展的狗啊？本王堂堂大御南川王，会听你一个妇人摆布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本王会让你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？王爷不想退兵，莫不是如传闻中一样，想要弑兄杀亲，夺权登帝？素颜，在你心里，我就如此不堪。你竟连半分信任都不给本王。是我看见了，你今日过来，就想调查本王的行踪，坐实本王绑架宇文成安的罪名，好帮你的宇文应人名正言顺的除掉本王，对吗？世人口口相传，南川王宇文渊狼子野心，带兵围城，逼宫皇帝，意图取而代之。人言可畏，本宫不得不防。倘若本王偏不走，偏要争这地位，素颜，你又将如何？王爷一怒可伏尸百万，本宫虽无王爷雷霆手段，但是本宫亦可血溅五步。王爷若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一试。
说得好啊，苏颜。说得好，本王早该想到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更何况是5年呢？世间一切本就在变，事在变，情在变，人也在变。你变了，我也变了。好，娘娘要让本王走，我自然会走。可是苏颜，你承诺过本王的迟迟没有给，本王这么走了，本王心有不甘。苏颜，你是想言而无信吗？言而无信又如何？宇文渊，是你自己太过懦弱，是你自己狠不下心。我给过你机会的。是本王妇人之仁，自作多情，甘愿被人利用。既然如此，娘娘不妨给我一次机会，好让我了无遗憾的离开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心软。爸，在本王没有改变主意之前，滚吧。既然如此，望王爷信守承诺，待上谕之后，带兵退回南京，撤出皇城。陛下，包围旭阳宫的南川军已经撤离了。言儿，陛下。是我，臣妾不知陛下突然到此。无碍，这些时日琐事繁多，让你费神了。对了，成儿呢？成儿受到惊扰，最近连梦里
都如惊弓之鸟，陛下最近还是不要再召见成儿了。妍儿，为何这样说？小小年纪，本该无忧无虑，却被迫卷入这纷争之中，成为别人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妍儿，你此话的意思，是知晓此次行刺背后的主谋是谁吗？不知。那依你所见，此次可否协助宫中侍卫探查到行凶的主谋？若这个主谋位高权重，野心勃勃，陛下又该当如何？妍儿，你的意思是南川王？不会是南川王的。成儿是他的侄子。南川王虽然嗜血好斗，性格张扬，但是绝对不可能对他的至亲回到乡下。倘若他真的要篡权夺位，那么当他入城之时，便可杀了朕。妍儿，朕知晓你与南川王之间有嫌隙，但是陛下，臣妾并未说过幕后指使之人是南川王。陛下为何如此着急为他辩解？还是陛下想隐瞒什么？妍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你不该把成儿牵扯进来的。帝王之家，很多事情都甚是渺小，相比于江山社稷来说，好比这关上玉，手中沙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你还记得姐姐的遗愿吗？你还记得成儿是你的骨肉至亲吗？朕怎么可能会忘记？但是朕是绝对不可能伤害成儿的。但是妍儿，朕倒有句话想要问问你。陛下请说。朕知晓你与南川王从小情投意合，若非婉儿的遗愿，你又怎会离他而去，进到宫中？我想问问你，你到现在有没有后悔过？哪怕就这么一次，你想要抛下现在的所有，现在的一切，回到他的身边。啊！我跟宇文渊之间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妍儿，
我是真的很想再信一次。可是当阿云入城以来，流言蜚语不断，真是病了，不是聋了。我自入宫以来，事事以陛下和成儿为先。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拼尽全力护陛下和成儿的平安。我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？倘若你当真按照我儿的所托，你就不会怀疑朕。早前用膳时，成儿曾告诉臣妾，他在南川王身边醒来之前，最后一个看到的人是李嬷嬷。如果臣妾没记错的话，李嬷嬷是陛下之人。倘若你所说的李嬷嬷与我所说之人是同一人，那么我也可以打消你心中的疑惑。你什么意思？早在成儿失踪之时，我便派了宫中所有人调查当日来访旭阳宫的人。一个时辰之前，他们告诉我，成儿失踪之后，李嬷嬷便杳无音信，人间蒸发，毫无任何蛛丝马迹。什么？朕以为，早在敌人攻破城之时，李嬷嬷早已被贼人收买，蛰伏至今，利用成儿激化我们兄弟二人的矛盾，让我们二人戏强，鹬蚌相争，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我们一举拿下。若此事是这番解释，倒也说得通幕后之人绑架成儿的目的。可为何我宇文应人，你的这番肺腑之言，究竟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燕儿，你我朝夕相处5年，你到此时此刻，还不愿意相信一次朕？喂，君王本就无情，你不相信朕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但若是婉儿还在，恐怕不是这番景象。为什么成儿还记得出宫前的事？是卑职失职了，没有盯紧李嬷嬷喂药。李嬷嬷一生忠心事主，家人与其同宫，厚葬。是，卑职领命。成儿许久没有同朕用膳了，去把成儿接过来。是。
皇宫已非安全之地，虫儿留在这里，只会被卷进更多危险中。不管宇文英人和宇文渊想干什么，我都该早做筹谋。娘娘，晨儿呢？刚才陛下派人来旭阳宫，将小殿下接走了。那你为何不追随左右呢？陛下让奴婢在此等候，待娘娘来了，告知您小殿下的下落，以免娘娘您担心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无事。娘娘。宇文应人把长安带走了，娘娘也去了养居殿。苏颜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去哪？看戏。看戏。住手！妍儿，母亲，陛下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瞧瞧，晨儿如此这般顽皮，这脸上的饭粒都沾上了，也不自知。晨儿言行无状，是臣妾教导无方，陛下龙体金贵，以后这种事情还是交给臣妾来做吧。晨儿如今正是顽皮的年纪，还需要妍儿多加管束，不然日后怎么能当一国之君呢？晨儿不做皇帝，父皇做。晨儿，你在说什么？陛下洪福7天，又有龙气相助，定会很快痊愈的。妍儿，你就不要用哄小孩那一套来哄朕了。朕的身体自己知道，反倒朕希望，当朕到那时刻，朕的兄弟阿渊能够好好照拂这位年轻的君主。陛下，晨儿还小，以后莫要在他面前再说这些话了。他总会长大的，他总会知道什么叫做生死有命，什么叫做人心可贵。倘若他到了君主的位置，他便会理解朕的苦心。晨儿，你父皇他需要静养，你随母亲回寒宁宫再继续吃，好不好？妍儿，不如我们一家3口就在这里一起用膳。平日里都是一人用膳，就算山珍海味，在我眼中也好比残羹冷炙。你当真忍心让我一人吃吗？陛下恕罪，晨儿已经好几天没有检查功课了，实在耽误不得。改日，臣妾一定带晨儿过来，陪陛下用膳。妍儿，倘若你今日不留下，那么晨儿日后也吃不到了。晨儿，来父皇这儿。
我们陪母亲，还有我们一家人在这边用膳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妍儿，妍儿，母亲，母亲。好，成儿，我们先在这边用膳，吃完再随母亲回宫。嗯。来，成儿，你最爱的虾仁。嗯。再吃个豆腐。嗯。真是阖家团圆的好景象。阿渊来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同我们一起用膳吧。看来今日皇兄并非真心想与本王用膳，一早准备的碗筷，根本没本王的份。你我不曾一道，是真的疏忽了。小子，前几日我刚救过你，今日见了本王，为何不叫人？谁教你的礼仪？这么没规矩！皇叔，才几日不见的，又长重了，该减减了。跟本王回军营练兵。练兵？就是指挥千军万马，驰骋沙场，收复失地，打胜仗。母亲，我想去和皇叔玩。成儿，别胡闹。成儿，成儿是太子，他有君王之道要学习。倘若与南川王同去，那势必会影响学业的。有本王在，他需要学什么治国之道？若是没了本王，大狱早就没了，更别提学什么纸上谈兵之道。走了。南川王，你如今所作所为，莫不是想效仿先人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？皇兄不提，本王倒是忘了。今日宫中谣言四起，既如此，本王就坐实了的。你要做什么？本王不想做什么，本王只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本王都不会让你如愿。燕儿，如今这般情景，你便满足了吗？陛下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朕要害臣儿，但是你却让南川王带走臣儿。若是臣儿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如何向我儿交代？罢了，臣儿
相信阿渊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希望他不会将对你我二人的不满迁怒于孩子身上。陛下说的是，但我想，比起宇文渊会给他带来的伤害，至亲之人的利用更加让人难以接受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息怒！滚！今日一事后，宇文应人和阿渊算是彻底反目了。若是没了本王，大狱早就没了。王爷到底想做什么？本王不想做什么，本王只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本王都不会让你如愿。小子，是我厉害还是你师父厉害？当然是你啦。可以啊，小子，选了当年我亲手雕的木剑。皇叔过奖了，晨儿很喜欢这把剑，能送给晨儿吗？晨儿，母亲跟你说过什么？不可随意跟他人索要东西。玩够了吗？跟我回宫。想不想要这把剑？想要这把剑，打赢我就给你。母亲，晨儿想和皇叔玩。王爷想必事务繁忙，就别让晨儿留在这里打扰你。娘娘，你这是又想过河拆桥吗？难道他是故意带走晨儿的？晨儿，你没事吧？就是屁股有点疼。孩子还小，你就不能下手轻一点吗？战场之上，生死面前，想杀他的人，可不会顾及他是一个孩子。他作为一个储君，你竟连这点苦头都舍不得给他吃。果然，慈母多败儿。还打吗？打！哎！哟！还打吗？打！小姐，皇叔，你输了。
事吧？娘娘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一个孩子的力气都能戳痛你，堂堂战神也不过如此吗？你个小崽子，就知道往我伤口戳。皇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妨，说说看，你怎么发现我伤的？皇叔在与我比试的时候几乎不用用神，所以成儿猜。不愧是宇文应人的儿子，小小年纪就知道攻其弱，以招制敌的道理。我给你看看伤口吧。楚离，王爷，你的伤，我和皇后娘娘要说点事情，你带孩子走。成儿，你先走。悠着点。素颜，弄疼你了？没有。娘娘现在帮人疗伤，都处事不惊了。不想死就别说话。那边走。你到底是谁？你醒醒！喂！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杀了你。真是好骗，说什么都行。别哭了，你叫什么？素颜。伤还没好，逞什么英雄？娘娘是在关心我吗？不应该是早点盼着我死，这样宇文应人就可以拿回南川的军权，解天下之困了。素颜，你疯了吗？止血呢，王爷忍着点。好了，没事我就先走了。
苏颜，你为何不信我？知道你有防人之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但是我想说，你防着我这颗心，是否也对宇文应然这样？此事与你无关。那你要做的事情，也与我无关。我不过是想在这乱世之中，为成儿谋得一线生机。至于权力，你们要争便争，与我无关。可要是我争的，不仅仅是皇位呢？我这个人很贪心的，江山和美人，我全都要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王爷小心得不偿失。甘之如饴。皇叔，母亲，你连个小孩子都看不住，是他自己要找娘娘的。母亲，皇叔可好些了？托你们母子的福，还没死。皇叔说话可算数。什么？嗯，送你。谢谢皇叔。成儿，伤还没好。无妨，走，咱们出去练剑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成儿，阿渊，你别闹了。成儿，成儿，小心点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孟闯，你瞧瞧，他们三人是不是更像一家三口？如此看来，反倒朕像一个多余之人。陛下，娘娘跟小殿下也是无奈之举。无奈之举。眼下南川王大权在我，小殿下又被扣押做人质。娘娘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保护小殿下，保护陛下呀。是啊，言儿也是为我。下去吧。是。苏颜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今日叨扰殿下了，待成儿一行，我就带他回寒宁宫。你是觉得带他回寒宁宫会比在本王这儿更安全吗？
原来他都知道。还是说，你自始至终没有信过我？我只是想你好好的，我不想我的心变成你的催命符。宇文渊，你不要再动摇我了。你敢推开我试试？这次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开你了。你说鲁国公投诚之意，几分真几分假？这鲁国公在朝中是出了名的能言善辩、墙头草，不排除他试探我们的可能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城外叛军众多，他手上又有一定人马的精兵良将，若他能与我们结盟，必定利大于弊。而且信上说了，他已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宫中做人质，以表决心。鲁国公真是下了一盘大棋。他女儿怎么办？既然他要搭台唱戏，那我们就陪他演，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听紧的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报。好。陛下，人到了。陛下，久违了。月儿，没曾想，你的美人计也有碰壁的一天。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这次再进宫，一定报了那日羞辱之仇。月儿，我想你日后也再也没有机会。欺负妍儿，妍儿才是我唯一的皇后。龙床在，告诉鲁国公，叶如玉被南川王所杀。让他节哀。是。我的玉儿，我的玉儿。宇文渊，
老夫一定让你血债血偿！昨夜，孟闯约见了鲁国公，还有，叶如玉死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，孟闯他早有反心，想联合叛军，去杀了陛下？楚离啊，你还是太年轻。孟闯是朝中有名的忠臣，家族世代辅佐君王，若非宇文应人的授意，你觉得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宫见鲁国公呢？你是说，他想借刀杀人，借鲁国公丧吕之头，逼他狗急跳墙？为什么？我们在南境守了这么多年，杀敌无数，在皇城危难之际又率军解围，我们一心为了大禹江山，可那个狗皇帝却要置我们于死地，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楚离，楚离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纵高鹏。不是，世上都是这样的道理。不是。为人臣子，为朝君，最忌惮的就是功高盖主。不是这个道理，这是歪理。王爷你，难道您就这样认命吗？我们一心为大禹，哪里比不上那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宇文应人呢？他对我们不仁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管他的君臣之道？世间多的不止卸磨杀驴的道理，还有揭竿而起、一呼百应的盛世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迷津所向，万众所归啊！楚离一定为你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住口！楚离，是谁教你这么敢说这种大逆不道、诛九族的话？我是大禹的子民，自我执剑起，我就发誓，此时我的剑绝不可能指向我的家国。可你不能坐以待毙呀，王爷。这场战争早已无法避免，这是我和宇文应人的恩怨，与言儿他们无关，不该卷入进来。今夜，你务必送岳文成安出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流的也是宇文家的血。以后嫁人别嫁读书人，不会武功，
保护不了你。哦，也不能嫁，俸禄少的。王爷说了，胭脂水粉和衣裳襦裙都买不起的，也不能嫁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给你备的衣裳襦裙。给我的。谢谢。芝兰，等到了南境，自有南川军接应你们。局势稳定之后，我来接你。好。南川军叛乱，格杀勿论。楚离，你怕吗？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王爷，你知道我从来不怕死的。莽夫！等你有了想守护的人，就知道什么是害怕了。楚将军是要拦我吗？我送你。芷兰，长儿就交给你了。庶子敢耳！老夫今日要砍你头颅，将你挫骨扬灰，以为我玉儿在天之灵。蠢货果然只配当刀使。这黑白世界是定格，被佛咒的记忆，我应该清醒，生命也还算公平，允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。时间有理，回忆冲洗，天高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，我要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九月天拥抱你。我静静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沉湎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是迷途看不清笃定结局。莹儿，你还是来了。莹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开宫门。开宫门？你可知道开宫门的结果是什么？苏颜自然知道。开宫门，意为现降。但这至少可以给宫外的南川军一丝喘息的机会。如今楚离不在，南
南川军队无法调离，但只需片刻，以宇文渊的本事，不管是逃兵也好，退兵也罢，他一定有机会活下来的。倘若朕不允呢？陛下病重，我既摄宫中事，自当有此权利。陛下放心，成儿已由南川军护送出宫，不会有事。开宫门之后，无论何种后果，我都会陪在陛下身边。燕儿，你是要拿成儿来威胁朕？我知道这样很自私，但我不能看着他死。我负过他，伤过他，还贸然去招惹他，将他卷进如此残忍的纷争之中。但只要他还活着，便能守护江山社稷，是有用的，陛下。苏也明白，我既入宫，此生与他便再不可能。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，我有这条命，报姐夫赵父之恩，报姐姐在天之灵。在生死之间，我定不会让陛下一个人面对，只求陛下应允，让他活下来。燕儿，我们朝夕相处了这么久，朕还是第一次发觉你是个性子如此刚烈之人。去把偏殿的酒拿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就当是此生诀别。喝了酒，朕就下令开宫门，可好？谢陛下。苏颜，你究竟有多爱慕他？陛下，倘若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应该杀了朕。你知道，你送来的东西，朕从不厌妒。燕儿，你就让朕自私一回。
好不好？燕儿，当日陈王跟誉王叛军逼宫之日，你之所以应承，与其说是那封求救信，不如说是你对那个男人的信任。你以为等他来了，便可平安无虞。可是燕儿，这一次，朕怕是不能让你如愿了。阿月，阿月，宇文应人，燕儿，你醒了。宇文应人，为什么？他救了你。皇城城破那日，若不是他，你我早就死在叛军刀下了。而你如今却要联合叛军去杀他，宇文应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恩情，弟弟。他是朕的弟弟，他觊觎朕的皇位。他是朕的弟弟，他染指朕的女人。他是朕的弟弟，他当众凌辱于朕。他是朕的弟弟，他如今却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婴儿。朕是天子，你是个凡人。你知不知道那夜为什么朕不进去旭阳宫啊？朕知道宇文渊对你情根深重，他爱而不得，他此番前来就是为了你。你求他庇佑皇城，准许他，朕必而免。你真是疯了！对，朕错了。朕没有保护好你，是朕的错。不过没关系，马上陆国公就会砍下他的人头，而朕又将他碎尸万段，来为你赔罪。不要，宇文应人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愿意的，是我欠他的。你不能杀他，他是为了守住大禹江山，不是为了我。而且陆国公为人阴险狡诈，
你与他合谋，那是在与虎谋皮。如今江山未稳，朝野上下都忌惮南川军。若宇文渊出事，南川军必反。你不能杀他。为了大玉，对，为了大玉。他是为了来抢朕的东西，他是为了抢走朕的言儿。对了，言儿，朕还是太子的时候，朕就心悦于你。可那时朕势单力薄，怎么能迎娶一名庶女？所以，朕娶了婉儿，来拉拢苏夏。可是这远远不够，单靠苏夏，朕是无法在夺嫡之战中胜出的。己方势力僵持之下，鲁国公找到我，他告诉朕，他可以帮朕登上那95之尊之位，但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我登基之后要迎娶他的女儿为后。听殿下的意思是，愿意接受鲁国公的援手。说吧，他有什么条件？其实也没什么。鲁国公有一爱女，名如玉，仰慕殿下已久。若是殿下肯成人之美，娶国公爱女为妻，这个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鲁国公怕不是糊涂了。本宫早已娶妻。听闻殿下的发妻苏婉抱恙多年，若是久病不治，病势加重，应该也很正常吧？殿下聪慧过人，应该能明白在下的意思。苏婉乃是我结发夫妻，她一心为我同舟共济，同甘共苦，从未行差踏错。我是绝对不可能加害于她。殿下一时的责任和一世的权柄孰轻孰重，殿下应该能权衡。若是殿下执意如此，鲁国公爱女心切，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殿下该知道，成大事者切忌妇人之仁。若是殿下连江山都守不住，又何谈守住发妻？何谈守住尚还年幼的小殿下？恭候殿下的好消息。婉儿她知道朕的图谋，她理解朕的选择，她爱朕，到最后，此一局的确是朕负了她。所以，我姐姐是死在你的自私虚伪之下。宇文应人，是你杀了她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杀他。婉儿爱我，她是为我自愿而死，我也待她不薄。我以皇后之礼厚葬她，满城缟素，万人朝拜。就算是婉儿，她也不会有丝毫后悔。我姐姐她爱你入骨，为了你不顾一切，直到他临死之前，他都不敢奢求你的爱，一心只想着如何为你巩固江山。而你却利用他对你的爱，生生用他的性命为你的野心铺垫。宇文应人，
你当真是个疯子！我就是疯了，这就是疯了。为了你，这什么都可以做。为了我，你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野心罢了。不，燕儿，5年之约，朕并非前2日才知晓。你什么意思？朕知道，你终究是要走的。你要去找你的少年郎。可是朕，难道真的要放你走吗？朝野动荡，叛军攻城，南川王冲冠一怒为红颜。我向南川王发了求救信，但若是8000人守不住皇城，就别怪本王灭了他九族。唯一能选的，只有如何去死，为谁死。所以，你知道他会来，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，是吗？南川王觊觎朕的地位已久，为夺权，直接弑君。可是朕未雨绸缪，与鲁国公联手，将其捉拿，削兵夺权，将南川王斩于马下，才化全了这场夺嫡危机。燕儿，你觉得这出戏朕唱得如何呀？南境南川王重兵在握，朕便借此东风将他引来，一网打尽，断了你的念想，又解除了这一祸患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你为了一己私利，不顾百姓和将士们的性命，有应人，你当真令人恶心！恶心？我做这所有的一切，全都是为了你。倘若这些人命债，朕有一份，你也逃不了。燕儿，朕爱你。真的是疯了！你是朕的女人，你是大玉唯一地位尊贵的皇后。你放开我！你要去哪儿？你要逃去哪儿？你要去找你的宇文渊吗？你这辈子只能在朕的身边。你是朕的女人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我就算死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好，燕儿，你不怕死，但是你也不怕宇文渊死吗？袁应人，你想做什么？朕站在你面前，你心里还是想着他。就算朕站在你面前，你还是想着他。5年，朕将这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你。袁应人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朕顾及你的意愿，从不勉强你。然而你的心里就只有他，只有那个对你百般折辱的宇文渊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妍儿，再帮朕一次，最后一次。阿渊，你竟然还活着，正好，来看看朕为你领的圣旨。你不想看？阿渊若是不想看，那朕就亲自给你念一念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南川王宇文渊日前平定皇城叛军之乱，本属有功。然此子狼子野心，贪婪狂妄，率南川军围城多日，强占国母，藐视法度，故废去宇文渊南川王封号，收回兵权，进足景成宫，听候发落。南川王，不对，罪臣宇文渊还不跪下，领旨谢恩。宇文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莫非你想抗旨不遵？本王觉得已经非常明显。宇文渊，方才你在鲁国公围剿之下，已然精力荡然无存。你以为如今的你，还可以在这重重的围剿之下全身而退吗？应人，你觉得我想过逃？宇文渊，莫非你是要坐实这叛国之罪吗？你明知道我不会背叛大义，更不会弑君夺权，你让我死，大可赐一杯毒酒，或者命这些手下万箭齐发，你迟迟不肯动手，甚至姑息叛军攻城作为棋盘引我入局，刺激鲁国公，将我围杀。你想让我死得干干净净，与你毫无关系。如今我兵临城下，你现在百般挑衅逼迫，无非就是想再挑起战事，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我。若是你还为我收敛尸体，说不定还可以落一个明理贤君的名号，享誉天下。宇文应人，这大禹的江山落在你手里，
真是到头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宇文渊，你看透了又如何？如今这个戏台，朕已经摆好了。这出戏，无论你是想唱，还是不想唱，你都得唱下去。若本王不呢？宇文渊，朕给你准备的头筹，你必然会喜欢。你想做什么？雪儿，看来阿渊很满意嘛。雪儿，雪儿，对不起啊，这次是我连累你了。当初我收到那封没有被拦下的信，我就已经猜到这个结局了。只不过我想见你，我便来了。其实，这5年来，我一直有派眼线去南京调查你的消息。你的每一次浴血奋战，我心里都既害怕又欣慰。你的每一次出征，我都魂牵的是否平安。但好在，你终究成了年少时想成为的人，保家卫国的战神。你终究是让我安心的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安心。朝中弹劾之词难以入耳，自古功高盖主之人，总是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我给你写了信，可我不知如何落名。但若是不落名的话，你定会觉得我是高高在上，才对你发号施令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可若是用苏颜的话，我既已入宫，又怎能用闺名与你书信，平白叫你多死？
要是什么都不落的话，你肯定连看都不会看的，对不对？最后那些信就没有送出去，但最后我还是连累了你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多爱慕你，你为何从来都不问我呢？你从来都只会说，苏颜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？现在说也不会。我有多爱慕你，大抵是宇文渊，下辈子就算你不愿意，我也要强嫁给你。好，南川王宇文渊，拥兵自重，智多兵权，就地正法，放箭！妍儿，你怕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害怕。只能走到这里，和你的故事已经无法再继续，所有的遗憾，所有眼泪都留在风里，爱过你的事，记住你的救命恩人宇文渊，我会回来讨到。此生我非他不娶，以后不许再有其他的男人。你对我就这么点耐心吗？我只是想你好好的，我不想我的心变成你的催命符。
燕儿，你终于肯来见朕了。你来了，燕儿，你想通了。事到如今，陛下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燕儿，他已经死了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是，终于要结束。燕儿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我会把这天下最好的东西全都给你，会带你看万里河山，去看这天下太平。从今以后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陛下身边。燕儿，你此话当真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从今以后，言儿能依靠的，就只有陛下您了。燕儿，朕答应你，这大玉皇宫只有一人做皇后，朕此生只爱你一人。燕儿，这是陛下与我大婚之时，我们都还没有喝过合卺酒。宇文应人，喝下这杯酒，以后我们都重新开始。好。燕儿，你这是终于接纳朕了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倘若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应该杀了朕。你知道，你送来的东西，朕从不厌妒。燕儿，姐姐当时也很痛吧？
柔黑色无力结局独行，找寻爱过谁的痕迹模糊不清，接触浑浊的泪滴，在这哭泣辗转光阴。心存一片完全无药可医，我就对着眼片语刻骨铭心，握着你如结冰跪拜逃离，任由痛湮灭爱的专属领地。风一点一点撕碎着用力爱过的证明，原来白世界是滴着一杯破旧的记忆。我应该庆幸生命也还算公平，也许我身若想念的府邸，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走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是迷途看不清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倘若时光可以倒流，我愿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恋往复，求你是你啊！这风越过潮汐，缠绵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迷途看不清，都定结局。我这一生从不畏惧生死，只是怕我走了以后，再没有人像我这般活。所有的遗憾，所有眼泪都留在风里，爱过你的事只能当作秘密。想让我嫁一个素未谋面的，没门儿！就算他是南川王又怎么样？不想死就别说话。那边走。你到底是谁？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你醒醒！喂！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杀了你。真是好骗，说什么都行。别哭了，你叫什么？素颜。
饿了吗？让我去找吃的。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，没受伤吧？本王离了你，难道还活不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进京之路，埋伏暗杀不断，肯定会有人阻止你的。越是危险，越是有趣。这京城，本王非去不可。呵，啊，有没有吃的？有没有吃的？我这一天呐，我是真服咱们老大呀！你说这荒郊野岭的，非要找什么压寨夫人，这连个母耗子都看不见。这不是现成的吗？走，美人儿。神呢？客官慢用。来，坐下。客官，慢用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把他押回家里之后，赶紧关起来，就关到柴房啊。老实点儿。那个大哥，我想吃烤红薯。啊？这荒郊野外的，我上哪儿给你烤红薯去啊？说完没有？我赶紧给我回家去！磨磨唧唧的。哥，他可是寨主看上的人，这以后这是要压咱俩一头的，咱们对他客气点。我知道。夫人，哎你喝点，喝。啊，想吃烤红薯，我回寨里亲自给你烤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吃了。不想吃，那我们就回寨里啊！来，走，回寨里。别走，好了，走。你不仅见死不救，还跟来这里，你有什么坏心思？这么好玩有趣的地方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可不可以带小的回寨子里啊？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大靠山，各位大哥一看就是气宇不凡，玉树临风，武功盖世。正好寨里缺壮丁了，一起走吧。对，带走，走，好嘞，带走，带走点，走这边。谁让你把夫人关进柴房的啊？没用的东西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受委屈了，都怪我那些手下没脑子，让你受苦了。受累了，夫人啊！我如果死了，他也不会独活的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竟敢捧我夫人！我如果死了，我就拉你做垫背。寨主，你看到了，是夫人投怀送抱在先的。来人！寨主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正事。好兄弟，有道理。走吧。
哎，走吧。救我！救我！哎，快走吧！王氏有事你也别想逃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果然跟夫人有一腿。他说的。他打你了？说，你到底跟夫人什么关系啊？说。有意思，你居然会打人！对了，他都说什么了？还是你说什么了？他居然对你动了手，他都没打过我。你这个疯子！你个疯子！来人！快带我走！很好，人都到齐了。我来迟了，王爷。王爷他没事吧？王爷他一切安好，命我们速速回去复命。记住你的救命恩人，雨渊，我会回来讨的。原来他是南川王的属下。听说那老头又给我看了一门亲事，帮我推掉。他的眼光可是万里挑一啊！您这么想想，我喜欢的女人，我自己娶。婉儿，你平日胸怀谋略，怎么在言儿这件事情上如此糊涂呢？婚姻大事事关言儿一辈子的幸福，让她远嫁南京，同自己素昧平生的男人绑一辈子，那是害了她。这门亲事乃陛下亲定，岂容你一女子智慧？父亲，我……婉儿，岳父大人，婉儿与言儿姐妹情深，您就莫要再责怪了。婉儿，你告诉我，你把言儿藏哪儿了？我素来以为殿下是无情的，可一提起言儿，压在殿下心思之下的那份自卑和懦弱，倒真是可笑至极。你当真还是这么爱书香？
不想跟你争。若是你中途改道离开，绝不会有人阻拦。相爷，蓝城山附近有人见过二小姐，找到就带回来。哦，是。属下有一事不解，咱们相府不是已经有太子势力相助，为何还要拉拢一个藩王呢？你懂什么？南川王虽鲜少回京，但年纪轻轻屡立战功。这次皇上病危，还特意800里传诏密旨求见。以后的江山谁做主啊？还未可知。相爷高明。应然，白日是我说话有失分寸。为何你的心里始终只有言儿一人？听说有言儿消息了，是吗？帝王做不成帝王的心狠手辣，为人夫又负尽所爱之人，也不怕最后一身空落。应然，为何我始终不能走进你心里？言儿，你终于……姐夫好，姐姐呢？言儿，姐姐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我想姐姐了，就回来了。我想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可是你为什么又要回来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苏嘉儿小姐，果然是你。皇兄，这便是我在信中所说的女子。此生我非她不娶。您在胡说什么呀？姐姐不是。姐姐，阿远，你前些日子才让父皇帮你退婚，如今你又要娶她，苏相是何等身份，岂容你如此这般儿戏？
皇兄，我这不是不知道这就是老头安排的亲事吗？不过现在知道也不晚。我要娶的人，不管他什么身份，我都娶定了。老头那儿，我自有办法。言儿，此前你逃婚，因对方是南川王，现如今你又与他这般亲近，究竟是何心意啊？姐姐，我当初逃婚是为了不要嫁给不认识的人，后来途中遇到了他，我真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，更不知他就是南川王。那你可喜欢他？记住你的救命恩人雨渊，我会回来讨的。不讨厌，但我更喜欢姐姐。你呀，就知道耍嘴皮子。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再也不分开。听殿下的意思是，愿意接受鲁国公的援手。说吧，他有什么条件？其实也没什么。鲁国公有一爱女，名如玉，仰慕殿下已久。若是殿下肯成人之美，娶国公爱女为妻，这个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鲁国公怕不是糊涂了。本宫早已娶妻。听闻殿下的发妻苏婉抱恙多年，若是久病不治，病势加重，应该也很正常吧？殿下聪慧过人，应该能明白在下的意思。苏婉乃是我结发夫妻，她一心为我同舟共济，同甘共苦，从未行差踏错。我是绝对不可能加害于她。殿下一时的责任和一世的权柄，孰轻孰重，殿下应该能权好。若是殿下执意如此，鲁国公爱女心切，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殿下该知道，成大事者切忌妇人之仁。若是殿下连江山都守不住，又何谈守住发妻？何谈守住尚还年幼的小殿下？恭候殿下的好消息。鲁国公心思难测，便是分毫的逾越都不可以。你以为你上交不分兵权，你这太子之位就可以安枕无忧了？那可真是笑话！兵权护肤，天下人谁不知道？他要的是那皇位。你说，南川王已经回来，如果让他知道殿下要把江山拱手让人来化干戈为玉帛，他会怎么想？你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如果相信我，接下
身体重要，先养病。婉儿怕苦，记得给她喂药之时，让她吃最爱的桂花糖。太子妃，喝药了。太苦了，就知道太子妃要耍赖，殿下说让送了桂花糖来。给我拿纸。是。嬷嬷，等时机成熟后，把这封信交给苏爷，务必亲自交给他。太子妃何必呢？殿下他……你是苏相嫡女，你当真愿意嫁与我，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？近些年，陛下身体每况愈下，朝堂之上早已经分好派别。我若是不嫁，怕是也不行。与其以后由着他人逼迫，不如找个喜欢的人嫁了。你喜欢我？付出去的感情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收回来的。我都跟了他大半辈子，嫁给他，我不会。太子妃，嬷嬷，没想到这糖这么